你这房屋后面离得也太近了吧，我这挖的心慌慌啊，不会垮了吧？东家跟我说啊，不知你慌，我住的都有点慌，生怕哪天雨下得大一点，后面会垮下来。今天喊我过来，就是来解决他困扰了10几年的问题，把房屋后面挖宽一点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工作。进来的地方长满了很多的竹子，我们顺便给它清理干净。等一下还要车进来拖土，你看这样就宽敞多了。你看这屋后面离得这么近，杂草丛生，我也是服了。这么多年是怎么忍住不挖的？你看这竹子长得多茂盛，不清理掉都看不见你们家的房子。都能过来，我们全部给它堆到旁边的山上去。这屋后面还种了几棵茶树，东家有点舍不得，我们挖起来让他拿走，到时候好移栽到别的地方去。但是这里有一棵树就让我为难了，东家要我直接往前面推，这推下去啊，要么打到电线，要么打到房子。我想了想啊，还是把挖机开到前面来，从后面往前面推，那就没什么问题。屋后面该清理的障碍全部清理完之后，现在我们就可以从前面一臂挖过来，挖的土我们就装车拖走。东家还那个狗脑壳车，装这个车就比较舒服啊，我2铲就给它装满了。你看这房屋后面完全是挨着的，估计每次下雨都要冲下去很多的泥水，年年都要挑羊沟，这不挑的脑壳痛啊。狗脑壳车拖过来的土我们就倒到这块地里面，到时候给它整平就可以了。挖过的坎边坡抹一抹，抹光滑，抹漂亮。底下挖的比旁边的该岩要深30公分，好排水，就从前面一臂挖过去。东家旁边鱼塘这里有人准备打鱼，我也是服了，摄影师挖机都不拍呢，跑过来拍别人抓鱼，拍这些谁看呢？他们都是来看我开挖机的。既然拍呢，我就剪一下。这网大几个人一起抬过来的，拉开之后竟然这么长，从这边拉到那边，把整个鱼塘都覆盖了。这是准备给鱼儿来个一网打尽，然后再喊我挖鱼塘是吧？兄弟们快看，这一网不得了，好多的鱼，有没有想吃鱼的？我去找老板要。鱼抓完了，我们继续来挖羊沟。前面还是比较好挖，坎不是很高，站在上面能够一下挖到底，可是越往后地势越高，这就难搞了。想要一臂挖到底有点够呛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就把上面先降一层，这样就强一些，但是这最后面那就高了，你看差不多要与楼房平齐，到后面也没有位置，不能再降一层土了。我现在就想啊，这后面这么高怎么挖呀？先不管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们先把前面的土挖了。完了，前面居然是降了一层土，底下也够不到啊，这活干的怎么弄啊？不管了，先把能挖得到的地方挖过去再说，等一下再想办法。一边挖啊，我一边想，我想了想，我把挖机从这边上开到下面去，应该会好弄一些吧，心里没底啊，有点慌。安全的下来之后，这旁边有棵碍事的树，我们先给它挖了，然后站在旁边修一个挖机站位的地方，把挖机开上去，站在边上一直往前面修路开过去，总算是勉强把下面没有挖到位的地方挖过来了，差点就把这个活搞砸了。东家跟我说啊，他还以为我不挖了，这下面的土啊，他准备自己挑的。我也是服了啊，这要挑到什么时候去？不过还是有点难搞，装狗那个车啊，才勉勉强强能装得进去。房屋角落这一块最高的地方费了好大力，终于是给它清理干净了，但是剩下最后一点点，这怎么弄啊？我退也没有地方退。我想了想，先把这些土给它挖到旁边，填一条路上去，最后再一路退，一路把前面的土收拢过来，再装车认主。这后面实在是太高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够垫得起来，给它搞好。好像不行，底下还是够不到，又甩不上来，难搞啊。最后没办法，东家说啊，这里实在是太高了，你把能挖得到的土甩到上面就行，这后面呢，底下剩下的就不用搞了。他说啊，他自己到时候挑到前面去，他前面搞了个花坛，刚好需要土，那没办法了啊，那就只能挖成这样了。上来的地方我们拍一拍就可以了。虽然说啊，最后没有搞好，但是这前面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达到了东家的要求，以后也不怕下雨垮下来。进来的路也给它修平整了，最后再把狗脑壳车偷土的地方收一收，扫一扫，弄平整，到时候东家可以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。今天给东家屋后面加宽，我们就搞完了，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今天我们挖这个鱼塘旁边下面这个小鱼塘，首先我们把路修一修，然后从这里开下去。这时候肯定就有人会问了，我上面有一个大鱼塘，干嘛旁边还要挖一个小鱼塘？我们一边干活我们一边说，
老板不知道哪里听来的消息，上面会出钱帮他把大鱼塘修缮一下，整堤坝，打粉泥土，再把泥巴清理一下。那么到时候池塘里面的鱼就没有地方去，所以在旁边挖一个鱼塘，把鱼转下来。这个鱼塘挖起来比较简单，把原有的堤坝刨一刨，然后拍一拍，再挖鱼塘里面的土，把堤坝加高加宽。我们挖土筑堤坝，一层一层的给它拍起来。经过我们上面拍一拍，侧面按一按，这个堤坝已经搞出了形状。我们就按照这个节奏往后面修过去。为了鱼塘面积最大化，我们把堤坝搞成了一个弧形。只有最后这里一点点呢，我们把这里刨一刨，拍一拍，把这里筑起来。这样基本上整条堤坝就已经成型了。干活之前，老板就交代过，整个堤坝要给它搞漂亮。像这种比较讲究的老板，我就很喜欢。堤坝要搞漂亮，那我们要拍一拍，烫一烫。堤坝经过这么一烫，这效果就非常的棒，就好像脸上打了粉底，光滑无瑕。前面这个缺口怎么不一开始就筑起来？因为下面要埋一个出水管，现在埋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缺口填起来。这里插了根棍子，是埋出水管的位置，我们别把它碰到了。老板又有了新的要求，把这旁边的堤坝加宽一点，同样的搞漂亮。和前面同样的操作，把堤坝挖一挖，拍一拍，再从旁边挖土，把它筑起来。拍一拍，烫一烫，往上面浮一浮。这样整个鱼塘筑堤坝的工程就搞完了，但是我们的活还没有结束。我们把整个鱼塘还往下面挖一点，挖的土我们就往这上面堆，给老板堆一个斜坡，不用拍，他说在上面撒点草籽，种点鱼草。就像这样，我们把土堆起来，然后给它推一个斜坡。你别看它很高，但是上面没有堆很多土。完了啊！突然就下起了暴雨，这鱼塘里面我不能干了，再干我就爬不上去了。我下来的地方本来就很堵，等下一下雨，那指定是爬不上去。我们赶紧挖点干的，把路修一修，我们准备开溜。
这下面鱼塘也挖得差不多了，只有最后一点点泥巴，这旁边也没有地方堆了。我们转过来的时候给它扫一扫，给它扫平整。我们快点往上面爬，等一下雨越下越大，路打湿了肯定打滑，这么堵肯定就爬不上去啊！我们快点溜。爬上来了，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慌了。上来之后，我们把这里垮掉的堤坝给它修整一下，给它把这里的缺口筑起来。我们挖一挖，然后把这里拍一拍。然后开下来，把上来的地方收一收，给它拍一拍，搞好看一点。可以看到这外面下的雨是真大，还好我溜得快，我再慢一点，我指定肯定就是爬不上来了。这么大的雨，这么陡的坡啊，谁来了都爬不上来。最后我们再把这里筑起来，拍一拍啊，就可以收工了。最后我们看一下前后对比，搞完收工，哎，就很棒。我在旁边修路，这人送了我一包烟，问我能不能帮他把门前破了的水泥地坪清理一下。清理完之后，重新弄点粉泥土，把这里修补一下，就是前面这一块位置。这里这么窄，这一块水泥挖起来之后没有地方去，我们把它敲碎，敲碎之后把前面低的地方填起来。老板说连前面也一起打上粉泥土。虽然说这包烟可能连油钱都不够，但是我接了，你这个活我就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搞到你满意为止。这里需要打多厚的粉泥土，我们就挖下去多深，完全就看老板的决定。他如果只打2公分啊，你就挖下去2公分。我们在挖边上的时候慢点挖，别把它好的水泥地坪也挖坏了。我们先把里边搞平，然后把这些多的土全部扫到外边。我们再把堆在外边这些比较大的水泥块给它敲碎一点，这样填起来拍平之后缝隙就少一点，它打粉泥土的时候用的粉泥土就少一点。敲碎之后，我们再把这里面给它拍平，有多的我们就扫过来。经过我们来来回回拍来拍去啊，这个活就可以了。搞完收工，哎，就很棒。Yeah，come on， everybody， 不许横说。一首挖机实战解说喊麦送给大家。
今年的行情就很差，一年还比一年差，几天才能分个起步价。今天这个起步价时间不长，事很多，东一下西一下，我们先搞第一下。第一下，地里旁边挖个沟，开过去，碍事的小树移一下，旁边垮掉的高炕削一下。完了，编不下去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正常解说。高炕削一下之后，我们就开到前面，从前面挖沟挖过来，挖的土我们就堆在地里，然后扫一扫。旁边削的坡我们拍一拍，这样好看一点。挖个坑，把一个的树重新栽起来。沟里面挖一挖，然后扫一扫，扫平。第一件事基本上就完成了。第二件事，门前地平，打10公分粉泥土，我们往下面挖10公分，挖的土就堆在外边。挖下去10公分之后，我们就从里面一铲一铲收出来。完了，好像挖错了。老板跟我说他是打4公分，不是打10公分。4是4，10是10，40是10。哎，老板这个4和4都说不清楚，害我还挖错了。不妨我们把这里扫一扫，把路上收一收，把这里稍微填一下。收下来的土我们扫一扫，拍一拍，给它弄平整。最后再扫一扫，拍一拍，再把这些多的土给它甩到旁边，甩下去。因为老板只打4公分粉泥土，所以这后面不用清，我们开到前面去。路上要打2.5米宽的粉泥土，我们把这些碍事的竹子清理一下，挖一挖，然后再把路整平。路上高的地方收一收，低的地方填一填，扫一扫。修路修到这里，我们先不修了。我们先把旁边这户人家门前拖的几车石头给它平一下，搞平整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些石头散开，搞清楚地坪上面要填多厚的石头。我们就按照老板的要求填多厚，有多的石头我们就先扫到旁边。这里边石头都铺好之后，看老板这石头还需要填多宽，前面还差石头，我们就从后面挖一点往前面填。拖的几车石头人平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把这里最后一点点路修一修，扫一扫。老板说这后面不用修，宽度也够，要我开到前面去，把接口的地方挖一挖。
我们把接口的地方挖下去一点，挖的时候问一下旁边有没有水管。收一收，然后扫一扫。今天又赚了一个起步价啊！下次活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就很棒。老板自己在家砍了2天的果树，实在是砍不动了。砍了2天的树，现在腰酸背疼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喊我过来给他把树挖掉，顺便再把地刨一刨。我们把这棵树推掉之后，然后就直接从上面开下来。这些大的果树我们直接就挖掉，然后甩到上面的地里。有几棵小的我们就留着不要挖。老板说小的树还能移栽，还能活。好好的果树为什么要挖掉？老板觉得这果树不值钱，准备把它挖了，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。我们把这些树枝全部给它弄上去，再把这棵果树推掉。然后我们再从前面刨地刨过来，刨到这里我们就先不刨了，我们先从这里开过去，然后从前面刨过来，最后再从开下来的地方原路返回。我们这个干活的思路就要很清晰。可以看到前面的树老板自己砍的，我估计老板砍了2天树，在家可能躺了10几天，不然这树枝不会这么枯。树枝倒是全部砍掉了，但是这些树桩老板想想都头疼，自己再搞可能又要躺10几天，干脆喊个挖机过来，又快又轻松。把这里的最后一棵树推掉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刨地从这里刨过去。还有最后一点点，刨完之后我们就原路返回，从下来的地方爬上去。碾压的垫板印我们挖一挖，搞松散。你不帮他挖一下，等一下他自己挖啊，可能又要躺2天。我们现在从原路返回，从这里爬上去，直接爬上去有点困难，挖机有点打滑，我们转过来把它撑上去。再把上来碾压到的地方啊刨一刨，那就收工了。自己砍树2、3天，腰酸背疼家里躺，喊来挖机来帮忙，干活轻松就很棒，就很棒。老板家院子里面什么都有，司马缸没砸破的缸，燕13踩碎的瓦片，8戒转世吃饭用的猪槽，金字塔上面拆下来的石条，院子里面还长满了竹根。今天我们用挖机把整个院子打扫一下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。首先我们把外边这块地里面的竹根先清理干净，猪槽推在一边。我们现在从这里刨竹根刨过去，竹根只会长在土壤的表层，我们不需要挖多深就能把竹根刨出来。
外面这块地轴根清理完之后，我们再给被厌石山踩碎的瓦片挖一个容身之地。容身之地挖好之后，我们再把散落在市区的瓦片迁移过来。这些瓦片散落的到处都是，东一下西一下，我们都给它迁移走。这个司马缸都没有砸破的缸，老板还要我们把它挖起来，给它放在一边。我们继续把这些瓦片迁移走。迁移过来的瓦片有点多啊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容身之地刚刚能住下。瓦片清理完之后，我们把这里刨一刨，修一修，开过去，把挨着老板房子的这些土疏拢过来。靠墙的地方我们就慢点收，别把墙角挖了。土疏拢过来之后，我们在旁边挖一个出水沟，房屋屋檐后面的水就从这里出去。最后再把这里挖通就可以了。转过来，我们给这些瓦片盖上被子，后面收一收，扫一扫，弄平整。可以看到，这后面清理完之后，并没有搞得很平，是因为这上面还要堆土。隔壁这家重新修房子，后面的这一堆土全部要挖掉，挖完之后就填到老板的院子里面，所以后面就没必要搞那么平。我们再把这里的轴根清理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收工了。这些轴根挖起来之后，我们就给它甩到上面就可以了。轴根挖完，把这里搞平之后，我们就收工了。这屋仓的活我可能是挖不到了，毕竟我的挖机有点小。搞完收工，就很棒。我在旁边挖嘟脑壳，这老汉跑过来问我能不能开到鱼塘里面帮他挖几铲泥巴上来。我问他鱼塘里面深不深，他说不深，是一个干池塘，都是硬底。用铲斗试了试，发现确实是硬底。我们开下去，帮他把泥巴清理一下。开下来之后，撑起来我们一个侧移，把挖机摆正。我们走在池塘的边边上，给它出点泥巴。虽然说池塘边上有点偏，但是是硬底，我们偏着挖问题不大。这么深的泥巴，这老汉还说是一个干池塘，姜果然还是老的辣。下来之前我就问过他，你有这么一个池塘，为什么不好点挖一下，把泥巴清理干净，也要不了多少钱。他跟我说他也想把鱼塘好点挖养鱼，但是他说他70多了，不知道哪天就嘎了，觉得没必要。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对，搞着也确实没必要。因为鱼塘里面有很多的水，完全看不清，所以我们只能给它随便挖几下，把能挖得到的地方挖一挖，太软的地方我们就算了。老汉说可以呢，这样可以呢，
不用再挖了。他不说，我也准备不挖了，因为边上已经站不住了，已经越来越偏了，再挖我就要陷住了。我们把这里修一修，然后爬上去。完了啊，好像爬不动，爬不上去。我们转过来看一下怎么回事。原来是因为池塘里面有水，我下来的地方经过水的浸泡，从原来的硬底已经变成了稀泥，所以我爬的时候下面是悬空的，所以就爬不上去。我们再降一降啊，把下面垫一垫，看能不能爬上去。爬上来了，又溜下去了。因为鱼塘里面有水，我不管怎么填，填完之后都变成了稀泥。这下面一点坡，始终就填不上来。我在爬坡的时候，后面就处于悬空状态，怎么爬也爬不起来。前面有个嘟脑壳，我们把它爬过来，垫在下面。可以看到，我爬坡的这个地方已经越压越深了。我把这个嘟脑壳垫起来之后，看能不能爬上去。嘟脑壳垫在下面之后，我们再看一看能不能爬起来。上来了啊！这嘟脑壳把下面一垫，这个坡就爬上来了。上来之后，我们再把这里收一收，填一填，给它搞好。可以看到啊，我挖下去的土已经全部变成了稀泥，这个土一沾水就变成泥。要不是有这么一个嘟脑壳啊，可能还不怎么好上来，可能还要把这个土降一降，还要挖很多的土才能爬上来。我们拍一拍，我们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样，我们上来之后就给它修好一点，搞成什么样。拍一拍，扫一扫，收一收，这个忙啊就帮完了。就很棒。今天接的这个活就非常的棒，钱多事少，活简单又轻松。1500芒里，把前面这一堆石头活沙用狗脑壳车拖走。首先我们先修一个台子，然后我们爬上去。爬上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开始装狗脑壳车。为什么这么一点石头，老板会给我这么多钱？老板跟我说，活可能不多，但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。狗脑壳车拖一车石头过去，再回来，你可能要等半个小时。就这么点石头，你可能来来回回搞来搞去，可能要搞到晚上。这么点活耽误你一天的时间，我有点过意不去，干脆给你搞一个台湾的钱。老板这么通情达理，说的我都有点流泪了。我必须要唱首歌感谢他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世界更美丽。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爱藏在心底。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把幸福传递。感谢完老板之后，我们继续工作，装狗脑壳车。车装好之后，我们就是漫长的等待。等了1个多小时都还没有来，我们开过去看一下情况。原来是昨晚下过雨，路上比较湿，狗脑壳车开在上面有点打滑，开不动。我们在路上捡点石子，把这些水坑填一填。
填好之后，我们再把这条路压一压，虽然说没什么用，但是有一个心理作用。这些石头拖到这里干嘛用？这些石头拖过来之后，在旁边砌一个石墙，保这个大堤坝。现在万事俱备，我只需要在这里安安静静的装狗脑和车就可以了。等待的时候，我就玩玩手机，听听歌。我们搞一首比较嗨的音乐放起来，一首《人在旅途》送给大家。不管路上多坎坷，我们都要向着梦想的地方去。经过我们一车石头一车沙，最后再装一车沙，我们就可以收工了，1500块就轻松到手。为了感谢老板的慷慨，我们最后再唱一次，听我说谢谢你。老板家的地被人悄悄偷了一块，这人喊了一个挖机，把自己房屋四周的地刨一刨，弄一弄。你刨地你就刨自己家的地，他刨地还刨到了老板的地里，把老板的地里还刨了一大块。他刨完之后还在地旁边挖了一个沟，你这不是摆明了偷偷占别人家的地方？老板回家到地里一看，我操，少了一大块，这个沟原先好像不是在这里。老板是越想越气，提着锄头就去他家理论，最后经过村里调解，把沟恢复原状，原来的沟在哪里就重新挖在哪里，新挖的沟就把它填掉。当然挖这条沟的钱也是这个人吃。老板觉得这么点事喊我过来有点过意不去，给我找点事做。这条沟挖完之后，顺便再帮老板把地刨一刨。你们看这人是真不讲武德，挖了别人这么大一块地方，感觉真的是把别人当傻子一样啊！别人就不知道，别人就看不见。分界沟挖完之后，我们就给老板刨地刨过去。因为不是种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，所以没必要挖很平整，只要一挖一翻就可以了。挖完之后，老板种茶树。这些杂草我们挖一挖，给它扫到下面去，等一下挖个洞把它埋掉。然后我们就在地里来来回回挖来挖去，挖到下面之后，我们在这里挖一个洞，然后把这些杂草全部埋掉。
清理下来的杂草全部埋掉之后，你看整块地就干净了很多。我们最后再把这里刨一刨。整块地刨完之后就是这个效果。地刨完之后还有一点小事要帮忙，帮村里面这条路保一下路边，在旁边挖一个沟，挖的土就把路边保一下，然后拍一拍就可以了。最后这里还有一点点，我们拍一拍，扫一扫，这个路边就保好了。最后是老板自己整理了一下这块地，中间爬了几条沟，然后种上了茶树。我在旁边修路，来了一位豹纹阿姨，问我路修完之后能不能帮她挖一块菜地，问我是怎么收费的。我跟他说我是按小时收费的，1个小时多少钱。他说他那块菜地不是很大，就我2个挖机这么大，问我要挖多久，我说可能就半个小时。他听完之后感觉很高兴，问我那是不是只要100块钱，我说是的。我们把这里修一修，爬上去看看他这块地到底有多大。这时候肯定就有小伙伴要说我了，你以前不是说不管是半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、3个小时都是收起步价600块，为什么到他这里你只收100块？你肯定是看它漂亮，你个老色批！兄弟们啊，你们这就是误会我了。我说的是专门到你家去干活就收600块的起步价，但是这个性质不一样。我刚好在旁边干活，他喊我做事，离得也不是很远，顺便的事我们就帮一下，再收一个起步价，感觉还是有点过分，就按了小时算。不听，王八念经啊，你就是个老色批。我们把这里修一修，然后开上去。这块菜地就在他家的门前，要经过他的水泥路和门前的水泥地坪。来之前我就跟他说过，要是水泥地坪压坏了我可不赔。他说啊，你放心，我的水泥打得很厚，你压不破，你放心的来。到了，菜地就在这下面，我们把这里修一修，然后开下去，挖点土，把水泥地坪边上垫一垫。你不垫点土，直接开下去，水泥边肯定是会被压坏的。把下去路上的这些障碍清理掉，把这些树枝都给它甩到一边。开下来之后，我们先把地里面的这些杂草推在一边。全部给它推进去，因为这后面都要挖。杂草清理完之后，地里面还有一些烂砖头，我们挖起来，给它靠在炕上。侧方位给它拍一拍，防止它再掉下来。拍的时候给它拍好看一点。碎砖头全部都靠在旁边之后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给它刨地了。把地刨一刨，刨松散，有助于蔬菜的生长。
这块菜地不是很大，3下52就给它刨好了。然后我们爬上来，再把下去的地方收一收，扫一扫。100块挖了一个菜地，豹纹阿姨笑嘻嘻，说我干得好又干得快，果然不愧是村里面开挖机出了名的快，哎，就很棒。老板，你是真识货啊！这么多的挖机，你偏偏就喊到了我，我可是村里面开挖机出了名的快。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把水泥路面加宽，该挖的挖，该填的填，顺便再把旁边的地刨一刨。我们直接就挖地里面的土，把旁边的路边包起来，然后再把地刨一刨，给它扫平整。经过我们把路面加宽，把地刨一刨，这一系列的操作搞过来之后，很快我们就挖到了这后面。挖下来之后，我们把这里的路面也给它加宽，高于路面的土我们就收过来填在地里，扫一扫，给它扫平整。这里也是一样，把土收过来堆在地里。扫平之后，这里先这样，我们先把后面的地刨了。我在前面刨地的时候挖了一些土下来，老板说这个坡有点堵，挖点土下来把它填一填，这样好看一点。收一收，扫一扫，这块地整平之后，我们的活还没有完，我们还有路面要加宽。开过来，我们给它路面加宽，先把这个多瑙坡挖到一边，挖出来多的土，我们把另一边的路也保一下。拍一拍，扫一扫，老板直呼搞得好。这一边也是一样，收一收，扫一扫，拍一拍，地里面有不平的地方，我们给它弄平整。路面加宽，搞过来之后，单车道变成了双车道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开车开到沟里面去了。最后一点点土扫上来，搞平之后，路面宽敞了很多，地也给它刨完了。不愧是村里面出了名的快，干得又好，干得又快，哎，又很棒。
今天在山上挖一个安身之地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些八毛给它清理干净，推到一边。说出来，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。这人几天前就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挖机有没有空给他家干点活。我跟他说要等几天，等再次接到电话的时候，这人已经不在了。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感觉很突然的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前几天还给我打个电话，怎么突然就不在呢？真的是人生无常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明天是否会更好。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。我们的人生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挑战，不管明天和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过好今天。就算是哪一天我们突然嘎了，我们也不留遗憾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干完这个活，晚上按个摩，就很棒。炕下面有一个缺，我们把这些八毛全部推到这里。我们叫这个东西叫八毛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。这个东西很讨厌，一长一大堆。你把它的叶子砍了之后，它很快就会长起来。为了不让它在地里面继续生长，我们必须连根挖起来。八毛全部清理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挖安身之地。我们先把大概的位置清理出来，挖一个平台。按照老板指出的大概位置，我们就这样削过去，然后再把挖的土一填一扫平，收一收，旁边削一削。转过来，把土推一推，堆在一边。然后按照插的两根方向，我们开始挖安身之地。挖的土我们就堆在一边，到时候还有用。宽度不够，两边削一削。因为不是挖机掉下去，是人抬下去，所以我们挖容身之地的时候不要挖太大，要挖得刚刚好，刚刚能放下。底下我们给它烫一烫，到时候下面会用米写字，我们烫的时候给它烫平一点，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把这里的土收一收，旁边挖一条小沟沟，搞完我们就收工。今天接了一个大活，1500米基根路加宽至3.5米。再就是把基根路旁边沟里面的泥巴清理干净，炕上的杂草清理干净，每块田都要埋上出水管。总共价格14000，你们觉得我包赢了没有？这个活我们应该怎么干？首先我们先从上面清理杂草，清理下去，然后从下面清沟，给路面加宽，埋出水管，搞上来。炕上我们只需要清理一些大的树枝、棉角藤、八毛，炕上面的小草不需要清理。再就是在清理这些棉角藤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挖到炕上面的土。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让小草继续长在炕上，它的根会把土抓住，下雨不容易垮掉。
我们就这样清理杂草、装车，这样搞下去。路边的野花很漂亮，但是我们不要采。从上面清理杂草，清理下来，这1500米机耕路是增长。把最后这点轴子给它推上去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清沟，给路面加宽。给路面加宽的土哪里来？我们从田里收一点过来，然后拍一拍，给它扫一扫，给它抹平整、抹光滑。我们就按照这个节奏，从田里面收一点土过来，然后拍一拍，扫一扫，就这样给路面加宽、清沟，这样搞过去。每块田我们都给它安上出水管。分岔路窄了的地方，我们给它加根大管子，再挖点土，把路面填宽。这样就宽了很多，转弯就很方便。哎，挖到一条鲶鱼，不是很大，我们把它放了。好像又一条，看着好像也不是很大，我们把它挖起来，给它放生。1500米是增长，修了2天。感觉还有好软好软，还不知道要修几天才能搞完。修到这里的时候，村里的队长跑了过来，问我能不能帮他把旁边这条沟清理一下。我们从这里开下去，先帮他把这条沟清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继续修路。沟里面挖出来的泥巴，我们就堆在田埂上。队长说还是挖机做事快，这条沟还没有10分钟啊就清理完了。要是让他自己搞，他估摸着可能要搞个把星期。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堆在田埂上面的泥巴给它抹平。这条沟清理完了，我们继续修路。清理杂草，清理下去的时候还是油菜花，现在修过来，油菜花都已经变成了油菜籽。你们猜我这14000包的活啊，到底亏了没有？快了，快了，终于快要搞完了。还剩下10个出水口要埋管子，埋完之后就到终点了。经过我日日夜夜来来回回挖来挖去，终于就挖到了终点。我们旁边削点土，把路口填成一个喇叭形状，方便车辆转弯。
最后再拍一拍，扫一扫，修一修。转过来，最后再扫一扫，抹一抹。14000包的这个大活就终于搞完了。最后不赚不亏，搞了一个台班价，就很棒。